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探讨一个话题，我相信你可能也很好奇，甚至可能还亲身经历过，就是当人们停止使用那些你知道效果很惊人的新型减重药物，像是 Wegovy 或 Ozempic， 停药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手边的资料啊，其实非常丰富。有一份是发表在那个权威的英国医学期刊 BMJ 上面的最新研究，然后还有来自 BBC 啦、海峡时报这些媒体的深度报道，再加上很多内分泌学跟营养学专家的分析，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很明确。这些药物被誉为奇迹嘛，可以帮人减掉高达15%到20%的体重，这数字真的很惊人。但这背后有没有什么代价？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揭开停药之后体重反弹那个惊人的速度，然后探讨它背后的生理机制，还有这对我们理解肥胖这个疾病到底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好了，我们就来深入分析一下吧。好，我们先来看那个最震撼的数据。英国这份最新的研究直接点出一个结论，你听了可能会吓一跳。停用这些减重药物之后，体重回升的速度是传统饮食和运动的人的4倍。4倍耶，这数字真的太夸张了。这个对比真的非常非常的强烈。研究去追踪了大量的真实世界数据，发现说使用这些药物的人在疗程中平均可以减掉快15公斤。哇哦，15公斤！对，成果斐然。但问题就出在停药之后。数据显示，他们停药后短短1年内就会胖回来大概10公斤。1年就10公斤？对。然后研究团队根据这个趋势去建立模型推算，大概在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内，他们减掉的体重差不多就全部回来了。这简直就像龟兔赛跑，但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耶。没错，那些只靠饮食跟运动这些所谓传统方法减重的人，就像那只乌龟，虽然一开始可能减的没那么多，进度比较慢，对，比较辛苦，但是他们的体重回升速度也慢很多。研究说，他们平均要花上4年的时间，体重才会慢慢回到原点。1年半对上4年，这个速度差异真的是天壤之别。没错，而且消失的不只是你减掉的公斤数，这份资料有个更重要的点，就是那些跟着减重一起来的好处。站的血压、降低的胆固醇和血糖水平，这些也同样会快速消失。模型预测，这些健康指标大概在停药后1.4年内就会全部回到用药前的初始水准。哇，这就揭示了一个有点残酷的事实了。这些药物的正面效果似乎完全依赖于你必须持续用药。一旦停药，不止体重，连带的健康益处也几乎是同步消失。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知道反弹很快，但最让我好奇的是为什么？直觉上会觉得原因很简单嘛，你减得越多越快，反弹的风险当然就越大啊。但资料显示，原因好像比这个复杂得多，对吧？没错，这真是研究中有趣的地方。有一份独立的分析特别指出，不管使用者最初是减了5公斤还是25公斤，停药后的体重回升速度始终都比传统方法快。哦，所以跟减多少无关。对，这就说明背后有更深层的生理原因，而不只是减重幅度大小的问题。资料里面，一位叫阿当·克林斯博士的专家解释得非常清楚。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些药物是什么。它们是 GLP-1 促效剂。GLP-1， 我记得这好像是我们身体本来就会分泌的一种荷尔蒙。正是，当我们吃完饭之后，肠道就会释放 GLP-1， 它会向大脑发出讯号，告诉我们，嘿，你饱了，可以停了。同时，它也会减缓胃排空的速度，让我们觉得饱足感更持久。OK， 而这些药物，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超级 GLP-1， 超级版。对。它们模拟这种荷尔蒙的作用，但那个浓度跟持久性远远高于我们身体自然分泌的水准，所以就非常强力的抑制了食欲。等一下，这听起来有点违反直觉。药物在帮忙，身体为什么要对抗它？用药的时候效果很好，一停药就猛烈反扑，这是一种生理上的反抗机制吗？你这个比喻很贴切。我们的身体非常聪明，它有一个所谓的体重设定点，会努力维持能量平衡。当它侦测到有这么强大的外来信号，也就是药物，在抑制食欲的时候，身体为了自我调节，它可能会开始减少自己分泌天然 GLP-1 的量。哦，
他想说，反正外面有，我就少做一点。对，甚至大脑里面接收这些信号的受体敏感度也可能因此降低。在你还在用药的时候，这不是问题，因为药物的效力太强了，足以覆盖一切。我明白了，所以一旦停药，这个人工的强力的抑制食欲信号，啪，突然不见了。没错。但同时，你身体自己生产的信号系统，又因为之前的适应，变得又迟钝又微弱。完全正确，等于是说你的防御系统瞬间瓦解。哇！结果就是食欲的猛烈反扑。资料里面有使用者形容那个感觉他说就像一个开关突然被打开，你瞬间感到饥饿无比。天哪！那种所谓的食物噪音也就是你脑中不断想着食物的念头会立刻回来，而且可能比以前更强烈。这真的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生理反应。大脑突然从一个极度安静的状态变回一个充满食物渴望的嘈杂环境。就是这样。这也让我想到行为层面的问题耶。如果一个人他单纯就依赖药物来压抑食欲，让自己毫不费力的就能少吃，那他可能就没有真正学习或练习那些能长期维持体重的饮食和生活技巧。是的。等于是跳过了那个最辛苦，但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心理跟行为的锻炼过程。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相比之下，那些只靠行为计划来减重的人，他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必须强迫自己去实践这些策略。例如学习分辨真正的饥饿和情绪性进食，练习分量控制，建立规律的运动习惯。这些过程很艰难，但每一次成功都是在巩固一种新的行为模式。是靠自己努力来的。对，他们的减重成果是靠无数次有意识的选择和努力换来的，所以这些习惯可能会更持久。一旦药物这个强大的拐杖被拿走，如果在用药期间没有建立起足够强大的行为支持系统，那体重就非常容易回升。哇，这整个发现感觉正在彻底改变医学界看待这些药物的方式。如果停药后效果消失得这么快，那他们还算是好的治疗工具吗？还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我认为是后者。这份资料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它迫使我们重新定义这个问题。很多顶尖专家，包括牛津大学的苏珊·杰珀博士在内的多位教授，都强调同一个观点：我们必须停止将肥胖视为一个可以被治愈的短期问题，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慢性易复发的疾病。慢性易复发的疾病，就像高血压或第二型糖尿病那样。完全正确。你不会只吃几个月的降血压药，就期望你的血压永远恢复正常。一旦停药，血压很快就会回到原来的水平。是的。所以这些减重药物也应该被视为一种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持续的治疗方式。这正是目前医学界的共识，连开发这些药物的制药公司诺和诺德和礼来，他们的官方说法也是如此。他们表示，停药后体重回升，反映的是这种疾病的慢性生物学特性，而不是个人的失败。这个观念的转变影响很深远。对，尤其是在公共卫生系统的成本效益评估上面。这点很重要。比方说呢，举例来说，英国的国民保健署 NHS， 他们目前对 Wegovy 的处方设有2年的使用期限。2年？对，这个政策背后的逻辑可能还是基于一种短期治疗的旧思维，但这份新数据显然对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意思是说，如果2年后停药，病患的体重和相关的健康风险，像是心脏病、糖尿病，很快又会回来。那这2年投入的巨额药物成本，它的长期效益就必须重新评估了。这变成一个非常棘手的经济和伦理问题。听起来共识就是这些药物并非治愈肥胖的万灵丹。没错。资料中一位专家说得很好，他说这些药物应该被视为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这个总结非常到位，这也指明了未来的治疗方向。最好的肥胖管理绝对不会只依赖药物，
它必须是一种结合性的策略。结合性的。药物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工具，它可以打破那个恶性循环，但它应该要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营养支持和运动并行，而不是用来取代这些努力。所以理想的模式是利用药物在初期达成显著的减重效果，对，这本身就能带来巨大的心理激励和生理上的健康益处，比方说关节负担变小，运动变得更容易。对，没错。然后利用这个药物创造出来的黄金窗口期，去积极地建立那些能够长期维持的健康习惯基础。完全正确。目标不只是用药物暂时压抑食欲，而是要将它当成一个辅助工具，纳入一个全面的个人化的肥胖管理计划里面。有专家特别提到，在用药期间建立结构性的运动习惯，对于防止停药后的肌肉流失跟体重复胖至关重要。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能透过药物和行为改变的双重支持，长期地甚至永久地重塑大脑对于能量平衡的调节机制，而不仅仅是暂时性地关掉那个食物噪音。好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讨论的重点。这些强效的新型减重药物效果确实惊人，但一旦停用，体重和健康益处消逝的速度也同样出奇的快。对，比传统的饮食运动方式快上整整4倍。而这个惊人的反弹效应背后有着深刻的生理原因。主要是身体对药物的适应，导致自身的荷尔蒙系统调节能力下降。这也迫使医学界重新思考，必须将肥胖视为一种需要持续甚至终身管理的慢性病，就像对待高血压一样。这也意味着这些药物本身并非独立的解决方案，它们是一个强大的起点，一个创造机会的工具。没错。但最终仍然需要与持久的生活方式紧密结合，才能发挥最大而且最长远的效益。我们今天谈了生理上的反弹效应，以及将肥胖视为慢性病的观念转变。最后，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留给你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资料中提到一个很现实的数据，大约一半的使用者会在开始用药后的1年内，因为高昂的费用或是一些难以忍受的副作用而停药。这很常见。结合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停药后的体重反弹是如此迅速，而且可能令人非常沮丧。那我们是否正在无意中创造一个双轨制的医疗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只有那些有财力能够长期负担，并且身体能耐受药物副作用的少数人，才能真正享受到长期的健康成果。一位专家提到的公平的取得机会，在这种需要终身治疗的慢性病框架下，究竟该是什么样子？